在中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比较有那种学生思维，就是老板给我啥我就干啥。但一般在 senior 之后呢，就会更加主动的去发现这个产品有什么问题。对，就是说让设计师在决策圈以内。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设计师他能够理解这个商业的价值，他是能够很大程度上帮助他自己坐在这个圈子内。Hello， 大家好，今天很欢迎大家来到新野频道。我这一次也请到了我的 co-founder 妍妍，然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设计师在科技领域职场的一些心得。好，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第一期视频，然后也很开心在这个地方遇到大家。然后我叫妍妍，然后目前是微软的首席产品设计师，然后呢，同时呢，我也是一名自媒体的职场博主。然后我很期待和 Peter 在这里面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妍妍想问问你，就是在微软做 Principal Designer 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和你以前在 Spotify 也做过 Design Lead 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我最近也是刚上微软，现在是刚入职1个多月，所以还是一个比较新人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其实整体上来说，在你的这个职责和你的范围上还是蛮相近的，因为在 Spotify 我就要立的一个产品从0到1的一个过程，在微软呢同样是有一个10几个人的团队，然后我们最近在做很多这种新的产品，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 Copilot， 像比如说在 General AI 这个领域呢，技术是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是产品在落地的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新的思考，所以是一个属于比较偏白纸的状态吧。所以最近会有很多这种从0到1的一些产品的 plan 呀，然后以及和不同团队的一些合作啊，也是我觉得是个很有趣的一个领域。然后同时我觉得 Spotify 和微软区别呢，像 Spotify 其实更像是一个中厂，但微软是一个这种巨型大厂。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厂工作，我觉得很多就是 process 啊，或者是在这种大家的合作的模式还是会不太一样。Spotify 呢更偏就是这种有点像一个 startup， 就是每个组是偏比较独立的，然后是在独立运营产品。但微软是和其他的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就比如说我们做 Copilot， 我们也要和像 Microsoft 365啊、和 Teams 啊、和 Azure 这些其他的这种拳头产品有很多的合作关系。然后呢，整个的组织架构也更为复杂，一个产品的最后的走向 decision making 就可能会有很多 stakeholder 来加入来讨论。那这些也是我最近在不断摸索学习的一个过程。我相信也有很多小伙伴会对从初级产品设计师到高级产品设计师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Junior Senior 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主动性，英文叫 proactivity。在中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比较有那种学生思维，就是老板给我啥我就干啥，你让我干这我就干这，你让我什么交什么交。但一般在 senior 之后呢，就会更加主动的去发现这个产品有什么问题。你甚至可以去质疑你的老板，就是你让我干这个，我可以去质疑你，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干这个，是不是可以干更好的？为什么它是最 prioritized 的？怎么样来确定你这个东西是最有意义的？然后呢，你甚至就可以产生多个方案去了解这个产品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然后你甚至可以自己去观察到目前这个系统里或者产品里的一些 gap， 或者是放的一些 opportunities。就这些我觉得都是 senior 的人会比较擅长的。那 senior 再往上呢，像 staff principal， 我会觉得他们已经类似于一个整个 team 的 CEO 的感觉了。而且很多时候会 cover 一些 PM 的工作，比如说我真的会有去写 PRD 啊，然后做 roadmap 啊，对吧？你也很熟悉，就是会不仅是做 design 的那个细节本身，而是去了解到更多产品 high level 的一些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比较高级的 designer 会比较重视的一个地方。这个我还蛮同意的，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我有一点感觉是初级设计师和高级设计师最大区别是视野，甚至是高级到再往上 Beyond Senior 的话，他们设计的视野是不一样的。那么比方说一个初级设计师，那他可能会很 focus 在比方说我这一个 feature 我怎么样能够做好，我能够把一个很短的一个流程先能够完成的好，或者是很注重某一个界面的一个 UI。但是当你到 senior 的时候，你可能会对一整个主要的一个 flow 会有一个把控。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也许我在
那么一个小 feature 塞了很多的内容的时候，会影响到我整个 flow 的流畅性。对，大局观。对，所以你的视野会不一样，所以你会更关注我整个 flow 是不是连贯。那么其实到 principal 眼光会放得更加长，我可能会更去了解这个 product 背后它的商业价值是什么。我是怎么样能够整合不同的产品线在这一个平台上。像我在 JP Morgan 做 Principal Designer， 就会需要和很多的 team 去 coordinate。有的时候可能是我觉得这一个产品其实是有很大的潜力，那我就要说服所有其他的 team， 为什么我们要去推它整体，比方说可以降低我们所有组的 cost to market， 对吧？这个就很重要。就是如果有没有那个全局观，我觉得是在不同 level 里面的设计师能体现出来。说得特别好。我其实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你是怎么样在这种其他的组里面建立这种 visibility 的？你是有主动的去宣传你们的产品，还是说你们有合作？因为我觉得这种大组的这种 visibility 还是挺重要的，而且并不是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建立的。对，这个其实也是我学到的一部分嘛。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你在其他的组，你能够快速的去理解他们组在做的一些产品线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逻辑是怎么样推导的。你可以同时去想，那他如果接入我们的 service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而且很多时候，像我立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想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就多个组遇到相同的一些问题是什么，那我可以在我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做一个 prioritization。因为我相信你做 Copilot 也是，你会接入不同的产品，所以肯定是需要去考量的，在不同的产品线里面，它所需要使用你的产品的点在哪里。我觉得特别有帮助。还有个很好奇的问题因为你在 JP Morgan，其实我对 FinTech 了解并没有那么多，我很好奇，就是在这种非常专业的 industry 这种领域里，你觉得做 design 有哪些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我觉得 To C 跟 To B 的逻辑还挺不一样的。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可能是 To B 的产品更加关注的是你长时间的一个逻辑，产品的一个逻辑。那么相对来说，我们解决的问题会稍稍复杂一些。那么很多时候，比方说 Spotify， 它可能 To C 的用户他进去之后，他所做的一个操作相对来说会比较直接，那它的 level 会很浅，对吧？我们不希望用户说要 click 很多次才能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产品逻辑里。对。但是我觉得 To B 的话，情况会稍稍不一样一点，就是 To B 你可能需要更去了解你的用户的 workflow 是什么样子，就是他可能会长时间在这一个产品里面。像我之前在 Project 44做的是物流，我们的用户是一些物流的专员，他们会一直要去看我的集装箱在整个航道上面有没有 delay， 他可能需要做的是在这个平台里面1天的工作时间，这个流程会非常的长，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解决的问题会稍稍不一样。然后不同的产业它也会有一些产业的知识，就比方说 domain knowledge， 对 domain knowledge， 就是我也是在学，比方说 FinTech 的一些知识，像我之前也了解了很多我背后才慢慢去了解，原来物流是怎么样运作的。比方说大公司像苹果，它是怎么处理一些物流的一些问题。对，那我也想，绵延，你觉得 To C 的产品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你在就是比方说做 Principal Designer 的时候，你会处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 To C 会更重视用户的体验以及 creativity。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普罗大众，我们都是这个用户嘛，所以怎么样带来更有趣的、更有价值的、能解决用户痛点的这样的问题。我最早是在一个独角兽创业公司叫 Nextdoor，然后我当时是美国比较火的一个产品，做这种邻里关系的。当时就是真的要去采访、去了解这个用户到底有什么痛点，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 在哪儿。然后我当时还很幸的进入到这个 growth 就增长领域，那这也是个非常纯 to C 的一个领域，怎么样能从比如说 growth funnel， 所以就是 acquisition 到 retention 到 referral 到 conversion， 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流程是怎么进行的，然后什么样的产品会成为爆款，会成为这种 就 go viral， 对吧？什么样的产品可以真正的就是能吸引到更上亿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池。所以这就是我们会经常思考的，就比如 growth 用户增长包括像未来的一些战略，包括像 Spotify， 虽然它是一个 to C 的产品，其实
我觉得 to C to B 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清楚的能分得开。像我在 Spotify 也做了一些 to B 的产品，比如说像版权啊这一类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它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的关系。to C 更像是这种打前站，然后吸引客户；to B 呢更像是这种后维持住客户，然后它的一个底层逻辑，给我有这种感觉。是的，我觉得 to C 可能非常注重的是 growth 的转换，对，但是 to B 的话更注重的是retention，就是它像我们看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指标，可能是 churn rate， 就是说用户有多少是流失了 subscription 的，对，可能会去看这样的一些。然后我觉得商业的逻辑也会稍稍有一点，像 to B 的很多产品，它的 sales team 会很大。那它其实是需要不停的去跟很多的企业去推它的产品，和其他一些企业去打交道，怎么样能够卖掉这个企业，然后 sales team 也会在公司会有很大的一些 impact。这人说的也特别好。你觉得就是在你职场进阶的这个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向上管理，然后怎么样处理好不同的 stakeholder 的关系，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遇到，比方说更上一级或者上上级的一些领导，那他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保持你自己思想独特性，与此同时你怎么样能够去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决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当你升到一定 level 的时候，你就会遇到总会有一些很扯淡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会有老板说我在这个行业里面20年了，你要听我的。这种时候就要去看你是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些关系。对，比方说有的时候可能要去更了解，比方说第一，这个领导是什么样的特性，他为什么会这么想，然后可能你要去更多的有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些活动，你可能要去想我要影响哪些人，来使得他们能够 align 他们的决定，对吧？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会听到不同的，比方说2个部门他们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那么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像我lead的那个产品，我们需要让所有的组都要去用，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 blocker， 就是我要去说服每一个组，告诉他们这个产品是有价值的，我们是值得去做的，这样子我才能说服我更上一层，就是我们的类似于 CPO 的一个角色，他们才可以给我们资源去开启这个项目。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怎么样向上管理，以及怎么样能够和领导，然后和领导们在一个房间。我感觉对，确实，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公司都会有政治嘛。对，我觉得到 senior 往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怎么样在这个政治环境下 navigate 是一个很重要的。哇，这个说的太好了，因为我在 Spotify 也深有体会吧，包括我们最后裁员也是跟这个关系很大。我觉得我学到的一个大 lesson 就是真的要跳出你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去了解整个公司这么一个走向是有什么问题，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你们这个 team 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探讨。那也想问，从 junior 升到 senior， 什么能够最大的帮助你？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特别，就是我是早期先在一个 startup 工作的，然后我其实在那里面直接就已经算是从 junior 变到 lead， 就直接是因为就是创业公司就会有很多机会嘛，然后需要一个人去分摊很大的一个 scope，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就有体验过已经是 senior 以上这个职责了，所以算是一个拔苗助长了。就我没有真的是去努力的从 junior 升 senior， 我是直接进去的时候就发现我就需要干这些事情，然后我就会加速让自己成长。对，但我觉得学到最多的，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主动性，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business mindset。这个我以前在小红书也经常说，怎么样从一个商业的角度去思考一个产品，然后把这个 business mindset 和 product 结合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可能在很多程度上就找到了一个很适合自己的一个赛道，然后之后呢，你可能说不定就在升职什么就会更轻松一些。所以这也是我后来在摸索出来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途径。这个我也很同意。其实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转变是我从一开始很注重视觉，很注重低调，
然后慢慢，我学到最大一点就更加注重商业，就是这个产品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什么，我怎么样能够用设计给公司带来效益。对，其实这个可能联系一点点到很多裁员的时候，因为很多公司它为什么会裁掉大量的一些设计师，是因为他会觉得设计师他是不能够直接影响他们的绩效表，就是如果你看财报，我裁掉一波设计师是不会影响你接下来2个 quarter 的绩效。这个里面可能有很大的一点，比如说作为设计师，你怎么样能够产生价值，你能够证明你的价值。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put the designer on the decision table， 我觉得特别重要。对，就是说让设计师在决策圈以内。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设计师他能够理解这个商业的价值，他是能够很大程度上帮助他自己坐在那个圈子内。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我也非常赞同。还有一点就是 data mindset，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 designer 他的想法会比较主观，你说这个好，你说那个好。所以有的时候就要去看一下数据，比如说用户怎么说，或者是这个产品到底是有多少的日活、月活、点击量，就很多时候这个也可以成为 back up 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吧。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 to C 跟 to B 很大的一个区别。to B 不看数据，就是 to C 更容易看数据，因为你们的用户会多很多，但是 to B 你从数据能够读到的一些东西会少很多。我们更依赖于 qualitative， 就是说我们会做很多采访，或者是我们去看用户的一个流程，跟产品的它的流程的长度有很大关系。像我们 to B 的流程，它可能假设我要去看一个账户的信息，它可能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流程，比方说我要设置保护，那可能我要去看这个流程是符合用户体验。好的 Peter， 我觉得我们也聊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啊。我特别也替就是很多朋友和这个观众问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junior designer，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更快的升级？我觉得有很大一点是和你刚才呼应的，一个设计师能不能有主动性，你能不能解决好你现在手头的问题，与此主动的解决一些你职责以外你能够去做的，甚至是你帮你的 manager 去解决一些他的一些问题。作为初级设计师，你一定要尝试去想超越你现在手头上正在做的那一个 screen， 你能不能解决一些 engineer 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你能不能解决一些产品的一些问题。像刚才你刚刚讲的 PRD roadmap， 假设我能够在 PRD 跟 roadmap 上面能够有一些贡献，其实你就慢慢的能够提升自己全局的那个能力，提升你的那个 sense。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你在 manager 面前，你能够展示，我能够有超越 junior 这种能力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升职的可能就很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一个更高 level 的这个职责来要求自己。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啊，就是以前有人问到我，到底什么时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升职节点，是该我提还是老板提？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事情一定要自己提，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就是要让老板知道你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呢，你也要自己很自信，就是你值得你值得一个升职。所以在比如说 one-on-one 或者是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都可以和老板提出这个需求。如果老板觉得你还不够呢，你也可以去虚心的问自己哪里还不够，有哪些地方可以提高的，这样你也有一个更好的指向性来去提高这部分的技能。所以就是掌握一个主动权，我觉得在职场特别重要。对，另外一个小的感受就是跳槽是升职最快的方式。我就是靠跳槽，我也基本上是吧？就是主动或者被动，就对跳槽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因为我觉得在公司内确实你能够升职，但是一般情况下的默认，首先第一个就是很多公司它对年限是有一些隐性的，对，尤其是大厂。对。行，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然后也很开心和 Peter 聊到这些大家很关注的问题，然后呢，希望能帮助到在视频前的大家，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找工作这个市场也很差，然后所以很多人都会很煎熬，所以希望我们能帮助到大家。我们开始了这个 podcast， 也是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些作为设计师职场的一些经历，然后也很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平台去 sign up， 加入我们这个小群体，超多内容。那谢谢大家看，好，我们下期见，拜拜。